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叫楚温宁，今年大二，搬进宿舍的第一天，室友夏梦瑶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。她坐在床上，手里拿着一个粉色的包包，对着镜头各种摆拍。宝贝们看，这是我刚买的香奈儿新款，限量版哦。我默默收拾着行李，她的声音透过手机传了出来。这个包包8万8，我爸爸说女孩子就要对自己好一点。8万8，我瞄了一眼他手里的包，心里有点疑惑。这个包我在专柜见过，正价是4万2，哪来的8万8？不过我没多说什么，继续整理自己的东西。夏梦瑶拍完视频，这才注意到我。你就是新室友啊？她上下打量着我。穿得挺朴素的嘛。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白 T 恤和牛仔裤，确实很普通。你好，我是楚温宁，我是夏梦瑶，以后多多指教。他说着，故意把那个包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。对了，你家是做什么的？我爸做点小生意。这话倒不是谎言，我爸确实是做生意的。只不过他的小生意年营业额有好几个亿而已。夏梦瑶听了，脸上闪过一丝优越感。哦，那还好，我爸是开公司的，在我们那边算是比较有名的企业家。我点点头，没接话。夏梦瑶继续说，对了，你平时都用什么牌子的护肤品啊？我用的都是娇兰和海蓝之谜。大宝。夏梦瑶愣了愣，大宝，那个几十块钱的，用着还行。她看我的眼神明显变了，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更加明显了。那你得注意保养啊，女孩子的皮肤很重要的。不过海蓝之谜确实有点贵，一瓶面霜就要2000多。我心想，我妈的梳妆台上就摆着整套的海蓝之谜。还有好几瓶还没开封的，不过我没说出来，确实挺贵的。夏梦瑶满意的笑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一般都是让我爸直接给我买，他对我特别好，要什么给什么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算是见识到了什么叫炫富。夏梦瑶每天都要在朋友圈发各种动态，今天是早餐吃的燕窝，一碗500块。明天是新买的裙子，迪奥限量款。后天是今天开我的玛莎拉蒂去逛街。玛莎拉蒂，我记得他上次说他家只有一辆宝马 X5，不过这些我都没拆穿，毕竟大家都是室友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。直到那天发生的事，让我忍无可忍。那天是我室友小文的生日，小文家境一般，平时很省钱。一件衣服要穿好几年，我们几个室友商量着给他过生日，准备一起去商场给他买个礼物。我觉得买个包包吧，女孩子都喜欢包包。夏梦瑶提议，但是好一点的包包都挺贵的。另一个室友李甜甜说，没关系，我出钱，就当我送给小文的生日礼物。夏梦瑶大方地说，我们去买个1、2千的就行。小文感动的眼睛都红了。梦瑶，你太好了。我看着小文感激的样子，心里有些不是滋味，倒不是嫉妒夏梦瑶，而是觉得她这样做有点太高调了。到了商场，夏梦瑶直接带我们走进了一家奢侈品店。这家店的包包质量特别好，我经常在这里买。他对店员说，麻烦帮我们看看有什么适合学生的包包。店员热情地介绍着各种包包，价格从几千到几万不等。夏梦瑶看中了一个黑色的小包，这个不错，多少钱？这个是我们的新款，价格是8800。8800。小文的脸色立马变了。梦瑶，太贵了，我不要这么贵的。没关系的，我说过要给你买礼物的。夏梦瑶拿出手机，我刷卡，但是当他把卡递给店员的时候，
POS 显示余额不足。夏梦瑶的脸红了。咦，奇怪，我明明记得卡里有钱的，他又试了另一张卡，还是余额不足。要不然我们去别的店看看。小文小声地说。不用不用，我再试试。夏梦瑶显然有些慌了，我看着她狼狈的样子，终于忍不住了。算了，我来付吧。我从包里掏出一张黑金卡，递给店员。夏梦瑶愣住了。温宁，你没事，就当我们一起送给小文的生日礼物。店员接过我的卡，很快就刷好了。小姐，您的卡刷卡成功，谢谢。走出店铺后，夏梦瑶一直看着我，眼神很复杂。温宁，你那张卡，朋友给的副卡。我随口编了个理由。夏梦瑶将信将疑，但也没再追问。不过从那天开始，她看我的眼神明显不一样了。夏梦瑶开始对我另眼相看了。之前她总是有意无意的在我面前炫富，现在却变得小心翼翼起来。温宁，你平时都在哪里买衣服啊？她坐在我对面，语气比之前客气多了。就是一些普通的店。我一边做作业一边回答。那天你那张卡，她犹豫了一下，是什么银行的？我抬头看了她一眼，建行的。夏梦瑶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其实我也不想撒谎，但是我爸从小就教育我要低调，他总说钱是用来花的，不是用来炫的，所以即使我们家很有钱，我也从来不会到处显摆。但夏梦瑶显然不这么想，这几天她更加频繁地在朋友圈发各种炫富动态。今天和闺蜜去吃日料，人均1500，新买的项链，蒂芙尼的38000，我的小跑车又该保养了，心疼钱包。看着这些动态，我只能苦笑。她哪来的小跑车？上次我看到她是坐公交车回宿舍的。室友李甜甜私下跟我说，梦瑶最近是不是发财了，天天晒这些奢侈品。可能吧，我没多说什么。但是很快事情就露馅了。那天下午我们一起去食堂吃饭，夏梦瑶手腕上戴着一只看起来很豪华的手表。哇，梦瑶，你的手表好漂亮。小文羡慕地说。这个啊，夏梦瑶故意把手腕抬高，让手表更加显眼。劳力士的，我爸刚给我买的生日礼物。我瞄了一眼那只手表，心里暗自摇头，那明显是个高仿货，表盘上的 logo 都印歪了。真正的劳力士绝对不会有这种工艺问题。但我还是没说什么。吃饭的时候，夏梦瑶的手机响了。喂，妈。她接了电话。什么？生活费没了？怎么这么快？她的声音有点大，我们都听到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省着点花的。挂了电话，夏梦瑶有些尴尬。我妈让我这个月省着点花钱。李甜甜疑惑地说，但是你不是刚买了很多东西吗？那些都是之前买的。夏梦瑶解释的有些勉强。我低头吃饭，假装没听到。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真正见识到了夏梦瑶的创造力。第二天，她的朋友圈又更新了，今天去做 SPA， 花了8000块，但是效果真的很好。配图是一张高档美容院的照片。我仔细看了看那张照片，发现水印是从网上下载的。晚上回宿舍的时候，我看到夏梦瑶正在化妆。梦瑶，你要出去吗？我问。对呀，有个朋友请我吃饭，他照着镜子补口红，高档西餐厅，一顿饭好几千呢。我点点头，没再问。但是10分钟后，我看到他拿着泡面走向楼下的开水房。他根本没出去吃什么西餐，就是下楼泡了个泡面。我忽然觉得夏梦瑶有些可怜，为了维持自己富二代的人设，
他每天都在编造各种谎言，但这些谎言总有被戳破的一天。果然，这一天很快就来了。周末的时候，夏梦瑶说要带我们去她家做客，我爸妈都很想见见我的室友。她说，而且我家新装修了，特别豪华，我们几个都答应了。夏梦瑶提前给我们发了地址，是市区的一个高档小区，那个小区房价好贵的，听说1平米都要5万。李甜甜感叹，我没说话，但我知道那个小区，我们家在那里也有一套房，不过是给保姆住的。到了约定的时间，我们按照地址找到了那栋楼。夏梦瑶在楼下等我们，脸色有些紧张。我忽然想起来，我爸妈今天临时有事出去了。他说，要不我们改天再来？没关系啊，我们就上去坐坐，参观一下你们家的装修。小文说。夏梦瑶更紧张了。钥匙我忘记带了。李甜甜疑惑地说，你不是说住在这里吗？怎么会忘记带钥匙？夏梦瑶支支吾吾地解释不清楚。正在这时，一个穿着保安制服的大叔走了过来。小夏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他看到夏梦瑶，有些惊讶。你不是搬走了吗？夏梦瑶的脸瞬间白了。保安大叔继续说，你们家不是因为拖欠房租被房东赶走了吗？我记得是上个月的事。空气突然安静下来，我们几个人都看着夏梦瑶，等她解释。但是夏梦瑶什么都没说，转身就跑了。我们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去追她，我对其他人说，你们先回学校吧。我追着夏梦瑶跑了好几个街区，终于在一个公园里找到了她。她坐在长椅上，双手抱着膝盖，哭得像个孩子。我走过去，在她旁边坐下，别哭了。我递给她一包纸巾。夏梦瑶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睛红红的。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她哽咽着说。没有。我摇摇头，我只是担心你。夏梦瑶擦了擦眼泪。现在你们都知道了，我根本不是什么富二代，我爸只是个普通的上班族，我妈在超市当收银员。我静静地听着。我们家房子是租的，因为我爸生病住院，花光了所有积蓄，连房租都交不起了。他的声音越来越小。我撒谎说我们家很有钱，是因为我不想被人看不起。为什么要撒这些谎呢？我问。因为我们宿舍的其他人家境都不错。夏梦瑶说。李甜甜的爸爸是医生，小文虽然家境一般，但至少不用为钱发愁。只有我，每个月的生活费都是东拼西凑来的，那些奢侈品都是假的。夏梦瑶苦笑。包包是高仿的，手表是地摊货，那些照片都是从网上下载的。我有些心疼他。你这样太累了。我也知道很累，但是我停不下来。夏梦瑶说，一旦开始撒谎，就要用更多的谎言来圆前面的谎。我想了想，其实真实的你挺好的。好什么啊？夏梦瑶自嘲地笑。穷的连房租都交不起，至少你很孝顺，为了给爸爸治病，宁愿自己吃苦。我说，这比那些真正的富二代强多了。夏梦瑶愣了愣，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说。温宁，谢谢你，她说，但是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大家，告诉他们真相吧。我建议，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你家境不好就看不起你。夏梦瑶犹豫了一下，可是什么？可是我现在连基本的生活费都没有了。她说，我这个月已经吃了半个月的泡面了。我心里一动，你需要多少钱？什么？夏梦瑶不解地看着我。我可以借给你。我说，等你有钱了再还我。夏梦瑶摇摇头，不行，我不能再欠债了。这不是债，是朋友之间的互相帮助。我坚持说。
夏梦瑶看着我，眼里又有了泪水。温宁，你真的愿意帮我吗？当然，我点点头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以后不许再撒谎了。我认真地说，做真实的自己，好吗？夏梦瑶重重地点了点头。从那天开始，夏梦瑶变了。她删掉了朋友圈里那些虚假的炫富动态，开始发一些真实的生活内容。今天吃食堂的红烧肉，虽然便宜，但是很香。给爸爸打电话，他说病情好转了，开心。室友们都很好，我很幸运。李甜甜和小文都没有因为知道真相而疏远他，反而更加关心他了。梦瑶，以后有什么困难就说，我们都是朋友。小文说，对啊，钱不钱的不重要，人好就行。李甜甜也表态。夏梦瑶感动的眼泪直流。我看着他们的样子，心里也很温暖。不过我的秘密还是没有公开，我依然穿着普通的衣服，用着大宝护肤品，假装自己只是个普通家庭的女孩。直到那天，爸爸忽然来学校看我。那天是周五的下午，我正在宿舍写作业，忽然手机响了。宁宁，我在你们学校门口。爸爸的声音传来，下来一趟，我有东西给你。我有些意外，爸，你怎么来了？路过这里，顺便来看看你。爸爸说，快下来吧。我放下笔，跟室友们说了一声，就下楼了。走到学校门口，我看到了爸爸，他站在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旁边，穿着剪裁合身的西装，很有气势。爸，我小跑过去，宁宁。爸爸笑着抱了抱我，最近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我说，你怎么开这辆车来了？今天有个重要会议，就开了这辆。爸爸说，对了，你妈让我给你带点东西。他从车里拿出一个大袋子，里面装着各种补品和零食，都是你爱吃的。爸爸说，我接过袋子，谢谢爸爸。还有这个。爸爸又拿出一张银行卡，你妈说你的生活费不够，这里面有20万，省着点花。20万，我有些无语。爸，太多了。不多不多，女孩子要对自己好一点。爸爸说，好了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他开着劳斯莱斯离开了学校。我拎着大袋子回到宿舍，发现3个室友都在窗边往下看。温宁，刚才那个开劳斯莱斯的帅哥是谁啊？李甜甜兴奋地问，看起来好有钱的样子。小文也说。我愣了一下，你们看到了？当然啊，那么豪华的车，想不注意都难。夏梦瑶说，那个人是你什么人？我犹豫了一下，是我爸爸。3个人同时愣住了。你爸爸？李甜甜不敢置信，开劳斯莱斯的是你爸爸？我点点头。夏梦瑶反应最快，温宁，你不会是富二代吗？我苦笑，算是吧。宿舍里一片安静，过了好久，小文才说，可是你平时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啊。我爸从小教育我要低调，我解释，所以我从来不炫富。李甜甜恍然大悟，难怪那天你能那么轻松地刷8000块钱。夏梦瑶的表情很复杂。温宁，你为什么要隐瞒？我没有故意隐瞒，只是觉得没必要到处宣扬。我说，而且我希望大家是因为喜欢我这个人，而不是因为我家有钱才和我做朋友。夏梦瑶低下了头。那你之前是不是很看不起我？没有，我摇摇头。我只是觉得你没必要为了面子而那么辛苦。可是我那时候太虚荣了。夏梦瑶说，明明自己什么都没有，还要装作很有钱的样子。过去的事就过去了。我说，现在的你很好。夏梦瑶看着我，眼里有感激，也有一些别的情绪。夏梦瑶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后，整个人都变得小心翼翼起来。温宁，
我以前是不是说了很多蠢话？他趴在我的桌子上，一脸懊悔。你当时心里一定觉得我特别可笑吧？我放下手里的书，我从来没有觉得你可笑。可是我在你面前炫那些假的奢侈品，还说什么8万8的包包。夏梦瑶说着说着就脸红了。那个包明明就是我在网上买的高仿货，一共才花了300块。我知道，我说，你知道？夏梦瑶愣住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拆穿我？拆穿你有什么意义？我反问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，我没资格指责别人。夏梦瑶听了这话，眼眶有些红。温宁，你真的很善良。她说，如果我是你，遇到像我这样虚荣的室友，肯定早就受不了了。你不虚荣，我认真的说，你只是想让自己过得更体面一些，这很正常。夏梦瑶摇摇头，但是我用的方法不对，我应该努力提升自己，而不是靠撒谎来维持面子。自从那天之后，夏梦瑶确实变了很多。她开始认真学习，还找了一份兼职工作，在学校附近的奶茶店打工。虽然1个小时只有20块钱，但是靠自己赚钱的感觉真的很好。她跟我们分享，而且老板人很好，还会给我们提供免费的员工餐。看着她充实而快乐的样子，我由衷的为她高兴。不过也有一些小插曲，比如有一天，夏梦瑶的一个高中同学来学校找她，那个女孩叫林雅，打扮得很时髦，一身名牌。梦瑶，林雅一见面就大声叫道，我就说嘛，以你们家的条件，肯定能上这么好的大学。夏梦瑶有些尴尬，雅雅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男朋友在这附近谈生意，我就过来看看你。林雅说着，四处打量着我们的宿舍。哇，你们宿舍条件真不错啊，还行吧？夏梦瑶说。林雅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这位是我室友楚温宁。夏梦瑶介绍。林雅点点头，然后拉着夏梦瑶坐下。梦瑶，你最近过得怎么样？我看你朋友圈发的那些奢侈品，你爸妈对你真好啊。夏梦瑶脸色变了变。对了，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都在说，你现在是我们班最有钱的了。林雅继续说，大家都很羡慕你呢。我看出夏梦瑶很为难，决定帮她一把。梦瑶，你不是说要带我去楼下买饮料吗？我插话道。啊，哦，对。夏梦瑶如获大赦。雅雅，你等一下，我和温宁下楼买点东西。我们2个人下了楼，夏梦瑶长长的松了一口气。谢谢你，她说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。为什么要解释？我问。你的过去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，可是他如果知道我之前都是在撒谎，那是他的事。我说，真正的朋友会理解你，不是真朋友的话，他的看法也不重要。夏梦瑶想了想，点点头。你说的对，他说，我不能再为了别人的看法而委屈自己了。我们买了几瓶饮料，回到宿舍，林雅还在那里等着。梦瑶，我刚才看了你最近的朋友圈，怎么都没发什么奢侈品了？林雅问。是不是最近没买什么新东西？夏梦瑶深吸了一口气。雅雅，我要跟你坦白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之前发的那些东西都是假的。夏梦瑶说，我家其实并不富裕，我爸妈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。林雅愣住了。你开玩笑的吧？我没开玩笑。夏梦瑶认真地说，那些包包、手表、照片都是我为了面子而编造的谎言。林雅的表情变得很复杂，先是震惊，然后是不敢置信，最后变成了一种说不清的情绪。所以你一直在骗我们？他问。是的，我很抱歉。夏梦瑶说，我知道这样不对，
但是我当时太虚荣了。林雅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站起身。我忽然想起来，我男朋友还在等我，我先走了。她说着就往外走。夏梦瑶叫住她：雅雅，没事，我理解你的苦衷。林雅回头笑了笑，但那个笑容有些勉强。以后有机会再聊吧。她走了。夏梦瑶坐在床上，有些失落。你后悔了吗？我问。夏梦瑶摇摇头，不后悔。那就好，我说，坦诚总比欺骗要好。夏梦瑶点点头，虽然可能会失去一些朋友，但至少我能做回真正的自己了。我拍拍她的肩膀，会有更好的朋友出现的。果然，没过几天，夏梦瑶就交到了新朋友，那是在奶茶店打工时认识的一个女孩，叫苏小小，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。苏小小家境也不好，但是人很开朗，和夏梦瑶很聊得来。梦瑶，你真的很厉害，一个人打2份工还能保持成绩不下降。苏小小赞叹，我都做不到，还好啦，主要是想减轻家里的负担。夏梦瑶说，我也是，我爸妈供我上大学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苏小小说，所以我们都要加油，以后一定要出人头地，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。对，夏梦瑶握拳，一起加油。看着他们的样子，我心里很温暖，这才是真正的友谊，建立在相互理解和支持的基础上，而不是金钱和虚荣。期中考试的成绩出来了，夏梦瑶考得很好，专业排名第8，我都不敢相信。她拿着成绩单兴奋地说，我从来没考过这么好的成绩，这是你努力的结果。我替她高兴，继续保持。李甜甜也很替她开心。梦瑶，你最近变化真的很大，整个人都积极向上了。是啊，感觉你比以前更漂亮了。小文说，那种由内而外的美。夏梦瑶脸红了，你们别夸我了，我会骄傲的。正说着，她的手机响了。喂，妈。她接了电话。什么？爸爸要出院了？太好了。我们都能听出她声音里的激动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了。妈，你们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挂了电话，夏梦瑶眼睛都红了。我爸爸的病好转了，医生说可以出院了。她哽咽着说，这是我这几个月来听到的最好的消息，我们都替他高兴。那你爸爸能重新工作了吗？李甜甜问。医生说需要休养一段时间，但是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了。夏梦瑶说，我妈说等爸爸出院后，她要给我寄更多的生活费，那你就不用这么辛苦打工了。小文说，不，我还是会继续打工的。夏梦瑶摇摇头，不管家里的经济状况如何，我都要学会自立。她的话让我刮目相看，这几个月的历练真的让她成长了很多。周末的时候，夏梦瑶的父母专程来学校感谢我。温宁同学，真的太谢谢你了。夏梦瑶的妈妈拉着我的手，眼里含着泪。如果没有你的帮助，梦瑶这几个月不知道该怎么熬过来。阿姨，您太客气了。我说，梦瑶是我室友，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夏梦瑶的爸爸看起来还有些虚弱，但精神状态不错。小温，叔叔没什么文化，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。他说，但是你的恩情，我们一家人永远不会忘记。叔叔，您别这么说，我有些不好意思。梦瑶这几个月的表现很好，她是靠自己的努力走过来的。是啊，我们家梦瑶长大了。夏梦瑶的妈妈看着女儿，眼里满是欣慰。以前她总是爱虚荣，现在变得踏实多了。夏梦瑶脸红了。妈，你别说了，这是好事啊。她妈妈说，人要脚踏实地，不能好高骛远。我们一起吃了顿饭，夏梦瑶的父母就回去了。送走父母后，
夏梦瑶跟我说：“温宁，我想报答你，你已经报答我了。”我说：“看到你变得更好，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。”不，我是说真的。夏梦瑶认真地说：“虽然我现在还没能力给你什么实质性的帮助，但是我想对你说，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”我看着他真诚的眼神，心里很感动。好，我记住了。我说，不过我万万没想到，这个承诺这么快就要兑现了。那是在期末考试前的一个晚上，我接到了妈妈的电话：“宁宁，你爸爸出事了。”妈妈的声音很慌张，她在工地检查的时候摔了一跤，现在在医院里。我心里一紧，严重吗？医生说是脑震荡，还需要观察。妈妈说：“你能回来一趟吗？”我马上回去。我说：“妈，您别担心，爸爸会没事的。”挂了电话，我赶紧收拾东西。夏梦瑶看到我的样子，关心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我爸爸出事了，我得马上回家。我说：“严重吗？”他也紧张起来，还不知道，但是我必须回去看看。我说：“可是现在已经晚上10点了，没有回家的班车了。”夏梦瑶想了想：“要不然我陪你去火车站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车。”我点点头，好。我们2个人打车到了火车站，但是当天晚上确实没有回我家那边的车了。我急得快哭了。温宁，别着急，夏梦瑶安慰我，要不然我们找其他的交通方式。正在这时，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我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：“李叔叔，是我，温宁。”我说：“您现在在哪里？能来接我一下吗？我有急事要回家。”电话那头的人很快答应了。半个小时后，一辆黑色的奔驰商务车出现在火车站门口，一个40多岁的男人下了车，快步走向我们。“小姐，车在外面。”他恭敬地说。我拉着夏梦瑶的手，一起走吧。夏梦瑶有些懵，这是我爸公司的司机。我解释，他正好在这附近。上了车，夏梦瑶一直很安静。司机李叔叔一边开车一边说：“小姐，老板的情况怎么样了？还在医院里观察。”我说：“麻烦您开快一点。”好的。车子在高速公路上飞驰，我的心情很忐忑。夏梦瑶轻轻握住我的手：“别担心，叔叔会没事的。”我点点头：“谢谢你陪我，这是应该的。”他说：“你之前帮了我那么多，现在轮到我帮你了。”到了医院，已经是凌晨2点了。妈妈看到我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“宁宁，你终于来了。”她抱着我，我好害怕。“妈，爸爸现在怎么样？”我问。医生说暂时没有生命危险，但是需要住院观察1周。妈妈说幸好发现的及时，我松了一口气。这时夏梦瑶走了过来：“阿姨，你好。”她礼貌地说：“我是温宁的室友。”妈妈擦了擦眼泪：“谢谢你陪宁宁回来。”“不客气的。”夏梦瑶说。在医院里待了1夜，第2天爸爸的情况稳定了很多，医生说只要好好休息，很快就能康复。我终于放下心来。“梦瑶，真的谢谢你。”我对夏梦瑶说：“如果没有你陪着我，我一个人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“说什么谢啊，我们是朋友。”夏梦瑶说：“朋友就是要在关键时刻互相支持的。”那一刻，我觉得夏梦瑶真的长大了，她已经从那个爱虚荣、爱撒谎的女孩，变成了一个成熟、可靠的朋友。爸爸住院的1周里，我一直陪在医院。夏梦瑶本来要跟我一起留下，被我劝回学校了。“你还要准备期末考试，不能因为我的事耽误学业。”我说：“可是。”“没有可是，回去吧。”我坚持。“我爸妈都在这里，用不着你担心。”夏梦瑶虽然不放心，
但还是听我的话回学校了。爸爸的恢复情况比预期的要好，第5天就可以下床走路了。你看，我说了没事的。爸爸笑着说，你们都太紧张了，能没事就是最好的。妈妈说，以后你可不能再逞强了，有危险的地方就让年轻人去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爸爸有些不耐烦，我又不是老头子。我在旁边笑，爸，您就听妈妈的话吧，安全第一。对了，宁宁，爸爸忽然想起什么，上次那个跟你一起来的女孩子是谁？看起来很懂事的样子。我室友夏梦瑶。我说，她人确实很好，改天带她来家里吃饭。妈妈说，这次多亏了她陪你回来。好，我点头答应。爸爸出院那天，公司的高管们都来接他，一排豪车停在医院门口，场面相当壮观。我和妈妈坐在爸爸的专车里，听他跟秘书汇报这几天的工作情况。老板，那个项目的合同已经签了，对方很满意我们的方案。秘书说，还有您之前提到的那块地皮，政府那边已经批下来了，辛苦大家了。爸爸说，等我正式回公司，给大家发奖金。我在旁边听着，心里有些复杂。爸爸的生意确实做得很大，但也承担着相应的风险和压力。这次的意外就是一个警示，让我们明白健康和安全比什么都重要。回到学校后，我发现室友们都在准备期末考试。温宁，你爸爸怎么样了？李甜甜关心地问。已经出院了，没什么大问题。我说，那就好。小文松了口气，我们都很担心你。夏梦瑶看到我回来，眼睛都亮了。温宁，她扑过来抱住我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好想你。才1个星期而已。我笑着说，考试准备的怎么样？还行，就是有点想你。夏梦瑶说，一个人复习好无聊。我看了看他的书桌，发现他这几天确实很认真在学习，笔记记得密密麻麻，还做了很多习题。看来你这次一定能考得很好。我说，希望吧。夏梦瑶说，我想考个好成绩，证明给我爸妈看，他们的女儿没有让他们失望。他的话让我很感动。这几个月来，夏梦瑶真的变了很多，从一个爱虚荣的女孩变成了一个有责任心、有上进心的好女孩。期末考试如期而至，考试的那几天，我们都很紧张。夏梦瑶尤其紧张，因为这是她改头换面后的第1次重要考试。温宁，我好紧张，万一考砸了怎么办？她抓着我的手说，不会的，你准备的这么充分。我安慰她，相信自己。可是我总觉得还有很多地方没复习到，那是正常的，没有人能把所有知识点都背下来。我说，重要的是把基础打牢。夏梦瑶点点头，深吸了一口气。好，我不紧张了。她说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已经尽力了。考试结束后，我们都松了一口气，终于结束了。李甜甜伸了个懒腰，感觉脑子都要炸了。是啊，这次题目好难。小文说，特别是高数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。夏梦瑶看起来还算轻松，我觉得还行，至少比我预想的要简单一些。我拍拍她的肩膀，看来这段时间的努力没有白费，希望如此。夏梦瑶说，成绩要等1周后才出来，这期间我们决定放松一下，要不然我们去逛街吧。李甜甜提议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好啊，小文赞成。好久没有好好逛街了。夏梦瑶有些犹豫，可是我最近在存钱，没关系，不买东西，就是逛逛看看。我说，而且如果你看中什么东西，我可以借钱给你。不用不用。夏梦瑶摆手，我现在不想买那些没用的东西了，
那我们就去看看，全当散心。李甜甜说。于是4个人一起去了市里最大的购物中心。商场里人很多，各种品牌店铺琳琅满目。我们逛了几家服装店，试了一些衣服，但都没有买。经过一家奢侈品店的时候，夏梦瑶停下了脚步。这家店，她看着店面，表情有些复杂。我以前经常在网上搜这个牌子的图片，然后发朋友圈。我问夏梦瑶，点点头，脸有些红。现在想想，那时候的我真的很幼稚。她说，为了虚荣心，编造那么多谎言，过去的事就过去了。我说，现在的你比那时候好多了。正说着，店里走出来一个销售员，他看到我们几个学生模样的女孩，眼神里明显带着一种轻视。几位是要买什么吗？他问，语气很冷淡。我们就是看看。李甜甜说。哦，看看啊。销售员的表情更加不屑。我们店里的东西都比较贵，你们可能买不起。我皱了皱眉，这个销售员的态度也太差了。夏梦瑶脸色有些难看。我们没说要买，只是路过看看。那你们还是到别的店看吧。销售员说，我们这里不欢迎只看不买的顾客。他的话让我们都很不舒服，尤其是夏梦瑶。我能看出他很受伤。凭什么说我们买不起？小文有些愤怒，太看不起人了。就是啊，什么态度？李甜甜也很气愤。我看着夏梦瑶越来越难看的脸色，心里有些心疼。她好不容易才从虚荣的阴影中走出来，现在又要被这种势利眼伤害。我走向那个销售员，你好，我想买个包。我说。销售员打量了我一眼，还是那种轻蔑的表情。小妹妹，我们这里最便宜的包也要3万块，你确定要买？我从包里掏出那张黑金卡，递给他。我要那个限量版的包，橱窗里那个。销售员看到我的卡，表情瞬间变了。黑金卡只有资产过1000万的客户才能办理。他赶紧换上笑脸。好的好的，我马上给您拿。那个包的价格是12万。我毫不犹豫地刷了卡。室友们都震惊地看着我，特别是夏梦瑶，眼里满是不敢置信。付完钱，我拿着包走到那个销售员面前。以后记住，不要用有色眼镜看人。我说，你永远不知道看起来普通的人到底有多少实力。销售员的脸红了，连连道歉。我们走出店铺，室友们还是一副震惊的表情。温宁，夏梦瑶看着我，你没什么。我说，就是看不惯那种势利眼的人。可是12万。李甜甜咽了咽口水，你真的很有钱啊。我笑了笑，钱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怎么用它。然后我把那个包递给夏梦瑶。送给你的。我说。夏梦瑶愣住了，我不能要，太贵了，拿着吧。我坚持，就当是庆祝你这学期的进步。夏梦瑶看着我，眼里有泪光。温宁，她哽咽着说。别哭。我拍拍她的肩膀，你值得拥有最好的东西。期末成绩出来的那天，夏梦瑶激动得快疯了。温宁，他拿着成绩单冲进宿舍。我考了专业第3，我们都替他高兴。真的假的？李甜甜不敢置信。梦瑶，你太厉害了，让我看看。小文抢过成绩单，哇，真的是第3名，而且每科成绩都很好。夏梦瑶兴奋的眼泪都流出来了。我从来没考过这么好的成绩。她说。我要赶紧打电话告诉我爸妈。他拿出手机，激动地拨通了家里的电话。妈，我的成绩出来了，专业第3。电话那头传来夏梦瑶妈妈激动的声音，我们都能听到。真的吗？我的宝贝女儿这么厉害。老师都夸我
进步很大。夏梦瑶说：“妈，您告诉爸爸，女儿没有让你们失望。好，我马上告诉你爸，他一定会很高兴的。”挂了电话，夏梦瑶还是兴奋的不行。我要请你们吃饭，她说，庆祝一下。你确定吗？李甜甜问。你不是在存钱吗？没关系，这种时候必须庆祝。夏梦瑶说，而且我最近打工赚了不少钱。于是我们4个人一起去了学校附近的一家餐厅。夏梦瑶点了好几个菜，比平时大方多了。今天必须好好吃一顿，她说，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。梦瑶，你真的变了很多。小文感慨地说，以前的你虽然也很努力，但总是心不在焉，现在的你完全不一样了。是啊，现在的你更有目标，更踏实。李甜甜也说。夏梦瑶看了我一眼，这都是因为有一个好室友的影响。别这么说，我摆摆手，这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。不，真的。夏梦瑶认真地说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可能现在还在虚荣的泥潭里挣扎。她说着，忽然站起身，举起手里的饮料。我要敬温宁一杯。她说，谢谢你教会我什么是真正的友谊，什么是真正的自己。我们都举起了杯子，敬友谊。小文说，敬梦瑶的进步。李甜甜说，敬我们最好的室友情。我说，4个杯子碰在一起，发出清脆的声音。那一刻，我觉得特别温暖。这就是我想要的大学生活，有真心的朋友，有纯真的感情。吃完饭，我们在校园里散步。夜晚的校园很安静，路灯照着石径，很有诗意。温宁，你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吗？夏梦瑶问。当然记得。我说，你拿着一个8万8的包包拍视频。夏梦瑶脸红了。别提了，太丢人了。其实那时候我就觉得你是个有趣的人。我说，虽然有些虚荣，但本性不坏。你那时候就看出来了。夏梦瑶惊讶。我点点头。真正坏的人，眼神是不一样的。你的眼神很干净，只是被虚荣蒙蔽了而已。夏梦瑶感动地说，温宁，遇到你真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。我也一样。我说，遇到你们，让我体验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友谊。什么意思？李甜甜好奇地问。你以前没有好朋友吗？我想了想，有，但是什么？但是他们大多数都是冲着我家的钱来的。我坦白地说，真正把我当朋友的人很少。小文有些心疼地说，那一定很孤独吧？还好。我说，所以我才更珍惜现在的友谊。夏梦瑶握住我的手。温宁，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。对，永远。李甜甜和小文也表态。我心里暖暖的。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，简单、真实、温暖。暑假的时候，夏梦瑶没有回家，而是留在学校打工。我想趁假期多赚点钱，她说，这样下学期就能减轻家里的负担了。我也没有马上回家，而是陪了她一段时间。你不用陪我的，夏梦瑶说，回家享受你的富二代生活吧。什么富二代生活？我笑，我觉得跟你在一起更有意思。夏梦瑶感动地看着我。温宁，行了，别煽情了。我说，我们去看看有什么好的兼职工作。那个暑假，我们一起在学校附近打工。夏梦瑶在奶茶店，我在一家书店。虽然工资不高，但我们都很开心。每天下班后，我们会一起吃饭、聊天、看电影。那种简单的快乐，是我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。温宁，你后悔吗？有一天，夏梦瑶问我，本来你可以过很轻松的生活，现在却要跟我一起吃苦。我没有在吃苦。我说，我觉得很充实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认真地说。
以前我虽然什么都不缺，但总觉得生活少了些什么。现在我知道了，少的是真实的体验和真心的朋友。夏梦瑶听了，眼睛又红了。你别总是感动的要哭。我笑着说，这样下去你会变成爱哭鬼的。我就是忍不住。夏梦瑶说，遇到你这样的朋友，不感动都不行。我拍拍她的肩膀，好了好了，我们去吃冰淇淋吧。好，那个暑假成了我大学生涯中最美好的回忆之一。大二开学后，夏梦瑶变得更加自信了，不仅成绩优秀，在社团活动中也很活跃。梦瑶，学生会想邀请你加入，班长找到他，你这么优秀，应该参与更多的活动。夏梦瑶有些犹豫，可是我还要打工，学生会的工作不会占用太多时间。班长说，而且对将来找工作也有帮助。我鼓励他，试试看吧。你现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好，可是我怕做不好。夏梦瑶说，怎么会？李甜甜说，你现在这么厉害，什么事情做不好？在我们的鼓励下，夏梦瑶加入了学生会。很快，她就在学生会里崭露头角，组织活动、协调工作、处理问题，她都做得有条不紊。梦瑶，你真的很有组织能力。学生会主席夸她，考虑一下竞选下届学生会副主席吧。夏梦瑶回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消息，脸上满是兴奋。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能被邀请竞选学生会副主席。他说，以前的我只会撒谎炫富，现在居然能靠实力获得认可，这就是努力的成果。我替他高兴，你应该试试。可是竞选很激烈，而且我家庭条件不好。家庭条件跟能力有什么关系？小文说，你现在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。对啊，相信自己。李甜甜也鼓励他。夏梦瑶最终决定参加竞选，为了准备竞选，她更加努力了。白天上课，晚上准备演讲稿，周末还要打工，忙得不可开交。梦瑶，你注意身体啊。我担心地说，别累坏了。没关系，我年轻。夏梦瑶说，而且这是我证明自己的机会，我一定要抓住。竞选的那天，全校的学生都来了，夏梦瑶是最后一个演讲的。她穿着我送给她的那身套装，整个人看起来很有气质。大家好，我是夏梦瑶。她站在台上，声音清亮。我知道在座的很多同学可能不太了解我，因为我不是那种家境优越、从小就光芒万丈的人。台下一片安静。我来自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，爸爸妈妈都是普通的上班族。夏梦瑶继续说，大一的时候，我曾经因为自卑而撒谎，假装自己很富有。我听到台下有些议论声，但是在室友的帮助下，我学会了做真实的自己。夏梦瑶看了我一眼，我发现真实的力量比任何虚假的外表都要强大。她的声音越来越自信。这一年来，我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从专业倒数变成了专业前3，从一个自卑的女孩变成了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。如果我当选学生会副主席，我会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，无论出身如何，只要努力，都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。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我看到很多同学都被他的话感动了。谢谢大家。夏梦瑶深深地鞠了一躬。投票结果很快就出来了。夏梦瑶以压倒性的优势当选学生会副主席。我成功了。他冲下台抱住我。温宁，我成功了，恭喜你。我拍拍他的背。你值得这个位置。围观的同学们都在为他鼓掌。我看到人群中有几个穿着名牌的女生，表情有些复杂，
他们应该就是那些家境优越的竞争对手吧。没想到最后胜出的会是夏梦瑶这样一个普通家庭的女孩。但是夏梦瑶用实力证明了，出身不代表能力。当天晚上，我们宿舍开了一个小型庆祝会，敬我们的学生会副主席李甜甜举起饮料，敬梦瑶的努力和坚持。小文也举杯，敬真实的力量。我说，夏梦瑶眼中含泪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一直支持我，我们是室友，应该的。我说，而且你的成功也让我们感到骄傲。是啊，我们宿舍出了个学生会副主席。李甜甜开心地说，以后走路都要挺胸抬头了。夏梦瑶笑得很灿烂，那个笑容比她以前任何时候都要美，因为那是发自内心的自信和快乐。不过，成功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。夏梦瑶当选学生会副主席后，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和质疑，特别是那些竞选失败的富二代们。他一个穷学生，凭什么当学生会副主席？我听到有人在背后这样议论，估计是有什么关系吧，不然怎么可能？听说他以前还撒谎炫富，人品有问题。这些话传到夏梦瑶耳朵里，让他很难受。温宁，他们说的对吗？夏梦瑶问我，我真的配得上这个位置吗？当然配得上，我坚定地说，你是凭实力赢得的，不是靠任何关系。可是他们说我人品有问题，那是因为他们嫉妒你。我说，如果你人品有问题，同学们会选你吗？夏梦瑶想了想，点点头，你说的对，我不应该被这些闲言碎语影响。他说，我要用行动证明我配得上这个位置。果然，在接下来的工作中，夏梦瑶表现得非常出色，组织的活动场场成功，处理的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。渐渐的，那些质疑的声音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认可和赞扬。夏梦瑶真的很厉害，学生会的工作做得很好，她组织的那个社团文化节特别成功。虽然家境普通，但是能力确实强。听到这些话，夏梦瑶很开心。温宁，我觉得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。她跟我说，我想毕业后从事学生工作，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学生。这个想法很好，我支持她。你有这方面的天赋，我要为此努力。夏梦瑶说，争取保研，然后读研究生，专门研究学生工作。看着她眼中的光芒，我知道她已经完全找到了自己，从一个爱虚荣的女孩，到现在这个有理想、有目标的优秀学生。这个转变让我也学到了很多。大二下学期，学校来了一个转学生，他叫姜诗雨，家里很有钱，据说父亲是某个大集团的董事长。姜诗雨一来就引起了很大的关注，开着跑车上学，穿着都是国际大牌，住的是学校最好的单人宿舍。哇，这就是真正的富二代啊！李甜甜感慨，看看人家那气质，确实很有钱的样子。小文也说，那个包我在杂志上见过，要好几十万。我看了一眼姜诗雨，心里有些复杂。他的确很有钱，但是那种张扬的方式让我有些不舒服。更让我担心的是，他的出现会不会影响到夏梦瑶？果然，我的担心成了现实。姜诗雨很快就注意到了夏梦瑶，你就是学生会副主席夏梦瑶吧？他主动找到夏梦瑶，久仰大名。夏梦瑶客气地回应，你好，欢迎来到我们学校。听说你家境一般，但是很努力，所以才有今天的成就。姜诗雨笑着说，真是励志呢。虽然是夸奖的话，但我听出了一丝居高临下的味道。夏梦瑶也感觉到了，脸色有些不自然。还好吧，就是比较幸运。
他谦虚地说：“哪里是幸运，明明是实力。”姜诗雨说：“不过说实话，学生工作确实需要一些资源支持，如果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帮忙。”谢谢，如果有需要我会考虑的。夏梦瑶礼貌地回应。姜诗雨走后，夏梦瑶有些闷闷不乐。怎么了？我问。没什么，就是觉得。夏梦瑶犹豫了一下，她说话的语气让我有些不舒服，我也感觉到了。我说，她可能没有恶意，但是习惯了那种优越感。是啊，这就是真正的富二代和我们这种普通人的区别吧。夏梦瑶有些感慨，人家一出生就有的东西，我们要努力很久才能得到，但是你通过努力得到的东西更有价值。我安慰他，而且不是所有富二代都像他那样。夏梦瑶点点头，你说的对。不过姜诗雨的出现确实给夏梦瑶带来了一些压力，特别是在学生会工作中。姜诗雨很快就加入了学生会，而且因为家里有钱，能提供很多资源。姜诗雨真是太厉害了。有同学这样说，他爸爸公司赞助的那个活动，规模比以前大了好几倍。是啊，有钱就是不一样，人家随便出点钱，就能办成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活动。这些话传到夏梦瑶耳朵里，让他很不是滋味。温宁，我是不是太普通了？他有一天晚上问我，虽然我很努力，但是跟姜诗雨比起来，我能提供的资源太有限了。资源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。我说，你的能力和人格魅力才是最宝贵的。可是现在大家都在夸姜诗雨，那是因为他的钱带来的效果比较直观。我说，但是真正了解你的人，知道你的价值在哪里。夏梦瑶沉默了一会儿，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，但是我确实感到了压力，这种压力是正常的。我说，但是不要因此而怀疑自己。然而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夏梦瑶的信心受到了更大的冲击。学生会要组织一个大型的校园文化节，需要很多资金支持。夏梦瑶作为副主席，本来应该负责统筹工作，但是姜诗雨主动提出要赞助这个活动。我爸爸的公司可以提供全部资金，他在学生会会议上说，条件是让我来负责整个活动的策划和执行。主席有些为难，这个没关系的。姜诗雨笑着说，我不是要抢下学姐的工作，只是想为学校做些贡献，而且我有这方面的经验和资源。最终，主席同意了姜诗雨的提议，夏梦瑶只能在一旁协助，这让她很受打击。我感觉自己被边缘化了。她跟我抱怨，明明是我的工作，现在却要给别人让路，这确实不公平。我也为她感到不值，但是你不要因此而气馁。可是我能怎么办呢？夏梦瑶苦笑，人家有钱有资源，我除了努力还能拿什么跟人家比？看着她沮丧的样子，我心里很难受。我知道是时候做些什么了。第二天，我主动找到了姜诗雨。你好，我是楚温宁。我说，我知道你，夏梦瑶的室友。姜诗雨笑着说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想跟你聊聊关于文化节的事。我说，哦。姜诗雨有些好奇，你对这个活动有什么想法？我觉得让梦瑶来负责会更好。我直言不讳，她有经验，而且同学们都信任她。姜诗雨的笑容僵了一下，但是我能提供更好的资源支持。资源确实重要，但不是唯一重要的。我说，而且我想，如果只是需要资金的话，也不一定非要你爸爸的公司赞助。什么意思？姜诗雨看着我，我拿出手机给他看了一个银行账户，如果需要资金，我可以提供。我说，
条件是让孟瑶来负责这个活动。江诗雨看到账户余额，眼睛瞪大了，那个数字比他爸爸提供的赞助还要多。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我。我是楚温宁，楚氏集团董事长的女儿。我说，现在你知道了，我不比你差钱。江诗雨彻底愣住了。楚氏集团，那可是全国知名的大企业，资产规模比他家的公司大得多。所以，你愿意把这个机会还给孟瑶吗？我问。江诗雨沉默了很久，最后点了点头。我明白了，他说，我会跟主席说，让夏孟瑶来负责。谢谢你的理解。我说，另外，希望你能保守我的身份秘密。为什么？江诗雨好奇地问。因为我不想让钱成为有益的障碍。我说，我希望朋友们是因为喜欢我这个人，而不是因为我家有钱。江诗雨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我明白了，他说，你的秘密我会保守的。文化节的负责权重新回到了夏梦瑶手里，他很高兴，但也有些疑惑。奇怪，江诗雨怎么忽然改变主意了？他问我，可能是觉得你更合适吧。我随口说，毕竟你有经验。也是。夏梦瑶点点头。不管怎样，我要好好把这个活动办成功。他重新投入到筹备工作中，比之前更加努力。我暗中提供了资金支持，但没有告诉任何人。文化节如期举行，效果非常好，各种表演精彩纷呈，参与度很高，得到了全校师生的一致好评。夏梦瑶真的很厉害，同学们都在夸她。这次文化节办得太成功了。是啊，虽然她家境普通，但是能力真的很强。有能力比有钱更重要。听到这些话，夏梦瑶很开心。温宁，我觉得我找回自信了。她跟我说，原来我真的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做好事情。我一直都相信你。我说，你只是一时被表面的东西迷惑了。是啊，钱确实重要，但不是万能的。夏梦瑶说，真正的价值在于自己的能力和品格。文化节结束后，夏梦瑶的声望达到了新的高度，不仅在学生会里受到尊重，在整个学校也有了很好的口碑，甚至有老师主动找她，邀请她参与一些重要的项目。夏同学，你有兴趣参与我们的社会实践项目吗？心理学教授问她。我觉得你很有这方面的天赋。真的吗？夏梦瑶很激动。我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你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。教授说，而且这个项目经验对你将来很有帮助。夏梦瑶参与了那个项目，表现得非常出色，她的论文还被选中在学术会议上发表。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能站在学术会议上发言。她激动地跟我们分享，感觉像在做梦一样。这不是梦，这是你努力的结果。我说，你配得上所有的成功。是啊，你现在简直就是我们的偶像。李甜甜开玩笑说，从学生会副主席到学术新星，太厉害了，别夸我了，我会骄傲的。夏梦瑶害羞地说，这一切都离不开你们的支持，特别是温宁，我们是朋友，应该的。我说，大三的时候，夏梦瑶成功获得了保研资格，而且是直接保送到清华大学读研究生。清华，她拿着通知书激动地哭了。我居然能去清华读研究生，我们都为她高兴。这可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机会。夏梦瑶凭借自己的努力得到了。我要打电话告诉我爸妈。她激动地拨通了家里的电话。爸妈，我保研成功了，清华大学。电话那头传来夏梦瑶父母激动的哭声。我的宝贝女儿，她妈妈哭着说，你太争气了，我们家祖坟冒青烟了。
他爸爸也在哭。清华啊，我们家出了个清华的研究生。挂了电话，夏梦瑶还是激动的不行。我要请你们吃大餐，他说，今天必须庆祝。我们去了市里最好的餐厅，夏梦瑶点了很多好菜，完全不在乎价钱。今天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日子之一，他举起酒杯，敬我的室友们，敬我们的友谊，敬梦瑶的成功。我们一起举杯，敬努力奋斗的自己。夏梦瑶说，那一刻我觉得她真的很美，不是因为外表，而是因为她身上散发出的那种自信和光芒。从一个爱虚荣、爱撒谎的女孩，到现在这个优秀、自信、有理想的女性，这个转变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蜕变。吃饭的时候，夏梦瑶忽然变得有些感慨，温宁，如果当初没有遇到你，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？她问。你会找到自己的路的，我说，只是可能会走一些弯路。不，我觉得如果没有你，我可能永远都走不出虚荣的泥潭。夏梦瑶认真地说，是你教会了我什么是真正的自己，什么是真正的友谊。其实我也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。我说，你让我明白，真正的快乐不是来自于物质，而是来自于内心的满足和朋友的陪伴。我们互相成就了对方。夏梦瑶说，这就是最好的友谊。是的，我点点头。无论我们将来走到哪里，这份友谊都会永远存在，永远。夏梦瑶坚定地说，大学4年即将结束，我们即将各奔东西。夏梦瑶要去清华读研，李甜甜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，小文准备出国深造，而我决定接手家里的事业。你确定吗？夏梦瑶问我。你不是一直想过普通人的生活吗？我想通了。我说，既然有这个条件，为什么不用它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呢？比如设立奖学金，帮助更多像你一样的学生。我说，比如支持教育事业，让更多孩子有机会接受好的教育。夏梦瑶眼睛亮了，这个想法太好了。所以，虽然我们要分开了，但我们的理念是一致的。我说，都是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。对，夏梦瑶握紧拳头，我们都要为了自己的理想努力。毕业典礼那天，我们4个人拍了很多照片，20年后再聚会。李甜甜提议，到时候看看我们都变成什么样了。好，我们一致赞同。不过我觉得用不了20年，我们肯定会经常见面的。小文说，友谊是不会因为距离而改变的。送别的时候，夏梦瑶抱着我哭了。温宁，谢谢你给了我新的人生。她哽咽着说，傻瓜，是你自己争取来的。我拍拍她的背，去清华好好读书，将来做一个优秀的教育工作者。我一定会的。夏梦瑶用力点头。你也要加油，把公司经营好，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我会的，我承诺。火车开动了，我看着夏梦瑶在窗口向我挥手，心里有不舍，但更多的是欣慰。她终于找到了真正的自己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道路。5年后，我们真的再次相聚了。那是在我公司举办的教育慈善晚会上。夏梦瑶已经是清华大学的优秀毕业生，现在在一所重点中学当心理老师。温宁，她远远的就向我跑来，我好想你，我也想你。我抱住她，看起来过得很好啊。是啊，我现在特别充实。夏梦瑶说，每天都在帮助那些有心理问题的学生，感觉特别有意义。那太好了。我说，对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公司设立的奖学金已经帮助了上千名贫困学生了。真的吗？夏梦瑶激动地说，那太棒了。这样的话，
会有更多像我一样的孩子有机会改变命运。是啊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我说。李甜甜和小文也来了。李甜甜现在是一家知名公司的部门经理，小文在国外拿到了博士学位，现在回国创业。我们都混得不错啊。李甜甜感慨，当年的4个小女孩，现在都有了自己的事业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都没有忘记初心。小文说，还记得我们在大学时候的约定吗？要做真实的自己，要珍惜友谊。当然记得。我说，这些年来，我们都在坚持这个约定。夏梦瑶举起酒杯，敬我们永远的友谊，敬我们都成为了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一起举杯。那天晚上，我们聊了很久，聊大学时光，聊各自的经历，聊未来的打算。温宁，你还记得我刚入学时的样子吗？夏梦瑶笑着问。当然记得，拿着假包包拍视频的小女孩。我说，哈哈，别提了，太丢人了。夏梦瑶脸红。现在想想，那时候的我真的很幼稚，但是那时候的你也很可爱。我说，而且如果没有那个阶段，就没有现在的你。说得对。夏梦瑶点头。每个人都会有迷茫的时候，重要的是能够走出来，而且有好朋友陪伴着一起走出来。小文补充，是啊，友谊万岁。李甜甜举杯。10年过去了，我们的友谊依然如初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